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我想，应该不管你有没有写过程式，你都听过 debug 这个用法吧？就是说程式里面有问题，你要想办法找出问题在哪。可是你知道吗？其实debug 最早真的是物理性的除虫哦。是有一次工程师发现电脑突然间停摆，检查半天后，发现其实一只蛾飞进电脑里面，害它宕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魔法呀、奇幻的故事，里面都会有一种魔法石的存在。魔法石提供了源源不绝能量，持有者只要握在手上或者装在魔法杖上面，就可以发出强大的魔法。20世纪末期人类还真的发明了魔法石，那就是晶片。这个譬喻不是我乱说话还真的蛮吻合的。像是手机开视讯就能看到远方的亲友、风景，这不就是 Far See 遥视千里眼的法术吗？又或者是手机能够问 AI， 能上网查资料，就是内建大贤者就算是开手电筒，也是探照地底迷宫的照明法术这些譬喻想让大家知道说，很多你视为理所当然的科技，其实根本都不理所当然。假如现在有个人从中古世纪穿越过来，看到大家人手一只手机，他搞不好真的会觉得说，哇，我来到了所谓的魔法世界。也难怪科幻作家亚当斯就曾经提出过科技3定律。定律1，任何你生下来时候就有的科技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定律2，任何在你15岁到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充满革命性且刺激，你或许还能应用这些科技做出一番事业。定律3，任何在你35岁以后被发明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科技的理所当然、新颖、刺激或是乱七八糟，并不一定全部归因于科技本身，更多时候是我们的背景视角所决定。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讲今天的主角——魔法石晶片。它小小的一颗却是许多科技产品的心脏。有了它，科技魔法才能顺利运作。那这颗晶片到底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晶片在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逻辑运算。顾名思义就像是我们人类会做1+1=2，会数数，会比较大小。晶片里面有着各种微小的电子元件，各自有它们的功能。你可以想成这些微小的电子元件就像是乐高，每颗晶片里面就是由超多的乐高积木所堆建出来的。那事实上，玩具也还真的可以做到跟晶片类似的事情哦。有一个经典的玩具它叫做 Tinker Toy， 它是由彩色的木棒和带有孔洞的木质滚筒组成。那 Tinker Toy 组合成各种形状和结构，例如塔楼、起重机等等非常厉害。Disneyland 的玩具总动员区里面就有很多放大版的 Tinker Toy， 所以就知道说在美国是有多普及。在1970年，当时电脑科技还刚萌芽，就有一群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突发奇想，不如我们就用 Tinker Toy 这种益智玩具的零件来组一台电脑吧。结果他们用了上万个元件，做出一个差不多长宽高都是100公分上下的巨大玩具电脑。虽然它是玩具但是它真的能够跟人类下圈圈叉叉。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大概就知道说，晶片、电脑都是在处理运算，而运算看起来千变万化，它们绝大多数都可以被拆解成很多很小的任务，而这些很小很小的任务就靠一些基础元件来组合完成。从数学角度来说，这跟布林运算很有关系。我们接下来聊聊晶片是怎么炼成的。前面说咯，晶片是由很多微小的电子元件所组成，但这些微小的电子元件以前一点都不小，甚至比 Tinker Toy 的零件都还要大，我们称之为真空管。那真空管是什么？它是一个密封被抽真空的玻璃管。那最简单的真空管里面可能就是几条钨丝而已。那你可能发现它其实长得跟灯泡很像没错，讲到灯泡就想到爱迪生。真空管被拿用在电子设备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爱迪生效应。当年爱迪生发明灯泡之后，就一直很苦恼，灯泡寿命不长，用就坏掉。那爱迪生号称最爱做实验，失败能当作证明这方法不好用，这种正向思考爆棚的心态，让他又立刻开始一系列的实验。这边想补充小知识爱迪生因为他的创意、科学发明，在当时呢被称之为 The Wizard of Menlo Park， 意思就是门罗公园的巫师。你看是不是尖端科学几乎给人近似魔法的感觉？回到爱迪生的实验，某次他在灯泡里加了一片独立的金属，没有连接电源。他想说，试试看，这样会不会让灯泡寿命长一点？结果寿命有没有增加不知道。那意外发现说，等等，金属片上面怎么会有电流通过？奇怪
金属片没接电源，为什么会有电流呢？现在如果你学过相关知识，就觉得这没什么啊，就是灯丝通电发亮之后，因为温度很高，造成电子游离跑到没有接电源的金属片上面。但就像科技3定律前面说的，那是因为爱迪生效应是在你出生之前的发现，所以对于爱迪生当时来说，当时他几岁？爱迪生1847年出生，然后爱迪生效应是1883年提出，刚好是35到36岁之间，所以啊，这对他来说就是充满革命性、刺激的一个发现。事实上也真的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它象征着我们能够透过加热让电子流动，就像是你拥有了一个电的开关。加热电流就会动，不加热电流就不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前面我们有说嘛，晶片里面有很多微小的电子元件，这些元件的目的就是要控制电流，根据不同的输入，电流就会往不同的方向变化，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用比较专业的说法，这叫做主动元件。原来啊，一开始为了控制电流，竟然得用上这么大的真空管。那如果用真空管组合电脑执行运算，可想而知哦，就是超级巨大的电脑。20世纪中期的知名电脑恩尼亚克 （ENIAC）， 它全名是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 用了将近18000个真空管，重达27吨，差不多是10台汽车，然后还需要一个42平的大房间来放，真的是超级霹雳无敌大。那这边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我们现在说写程式要把错误找出来，叫做 debug， 意思就是除虫。我以前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耶，因为程式里面藏了一只害虫，造成程式无法顺利运作，所以我们把这只虫找出来除掉，这就是 debug 除错的过程。但其实啊，你知道是电脑里真的一开始有一只虫吗？这个说法源自一位女工程师 Grace Hopper， 她也是一位传奇人物NVIDIA 有一款晶片叫做 Grace Hopper， 就是为了纪念她。那 Hopper 呢，有一天发现说，怎么电脑没有正常运作？然后检查半天之后发现说原来有一只蛾飞进来卡在电脑里面啊。Grace Hopper 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还把蛾贴在工作日志上面。所以你就知道说，一开始的电脑真的很大一台，大到蛾都可以飞进去。从42平大、10台汽车重的电脑，进步到笔电、手机，尺寸变小，功能同时大幅提升。关键就在于从真空管进步到电晶体，再进步到基体电路。那电晶体呢，长得大概像这个样子。它的英文是 transistor， 就是 trans 加 resistor 的组合。resistor 是电阻，然后 trans 有跨越、穿越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可以调整、穿越的电阻。电晶体是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 William Shockley 跟同事所发明的。那电机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协会——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简称 IEEE，I 3个1它有一个里程碑列表，记录了电机领域的重要发明。1945年是 ENIAC，1946年是电晶体。Shockley 等人更因为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认为呢，电晶体的发明是媲美印刷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那电晶体大幅降低了运算成本，可是人们又很快发现一个问题：虽然电晶体比真空管小上许多，但需要的数量还是没有变啊。我还是得准备很多电晶体才能组合成为一台电脑，这个该怎么办呢？于是就在一堆工程师开始尝试用电晶体制作新电脑的同时呢，有一位工程师 Jack Kilby， 他当时刚到德州仪器上班。那新人嘛比较菜没有假可以放，他就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面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就灵机一闪，想说我能不能像雕刻一样，把好多颗电晶体直接刻在一块板子上？就是这个想法催生出了基体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那个解释成就是整合型的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 的缩写就是 IC，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晶片。到这边我们就知道啦，晶片其实把很多的电晶体、电子元件刻在晶体上面。那 Kilby 他也因为这个发明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所以实现 IC虽然时间轴不长，但基本上是一系列诺贝尔物理奖等级的发明造就的。那你就会好奇说，刚刚电晶体的发明者 Shockley， 他没有想到 IC 的做法吗？这一说起来又是20分钟的精彩科技史故事。简单的说有，不过不是 Shockley 发现的，是他的同事们。因为 Shockley 他是一位不好相处的老板，所以后来他有8个部下一起出走，还被 Shockley 取了一个男子团体的名称，叫做八叛徒。这8叛徒里面有谁呢？有提出摩尔定律的 Gordon Moore，以及号称矽谷市长的 Robert Noyce。
Noyce 它运用了矽作为基底，设计出比 QB 更好的晶片。然后 Noyce 又跟 Moore 一起成立了另一间公司，以 Integrated Electronics 的字首为公司名称，叫做 Intel， 彻底带动了个人电脑的风潮。那我记得我以前就会觉得说，电脑就电脑，干嘛说它是 PC 个人电脑 Personal Computer？ 难道有不是个人的电脑吗？现在知道还真的有，因为如果没有晶片，还是真空管动辄40平的电脑，是只有国家、军方、学术机构才能拥有，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电脑的。那这个呢，就是科技魔法石晶片的演进过程，从真空管到电晶体，再到基体电路，基体电路开始越做越小，制程越来越好，从毫米到奈米等级，工艺越来越精致。这70年的进步幅度，在人类的科技史上前所未有。虽然我本身是电机系，又是在做数学推广，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其实科技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魔法呢？只是我们要重新定义魔法，不是那种直接靠大自然力量、靠古老时代流传下来的咏唱咒语，或是单独1、2位伟大魔法师创造出来的。它是无数的工程师投入、运用理性，根据数学、物理等知识发挥创意，代代相传所创造的魔法。就像爱迪生是门罗公园的巫师，也有人称牛顿是最后的魔法师。而藏在电子设备中的一颗颗晶片，真的就是现代的魔法石。而这魔法石还日新月异，基于科技制成演进。我想请你们猜猜你知道 NASA 当年在月球上的阿波罗11号电脑，跟我们现在口袋里的手机效能差几倍吗？ A 10倍 ，B 100倍 ，C 10000倍。欢迎来留言讨论。以上是今天的影片，想看更多科普影片内容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出版绅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